大家晚安，欢迎来到咸鱼读书。这是一个放读书心得的频道。频道的宗旨呢，就是随心所欲的看各种我想看的书。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名很呛的书《打脸烂逻辑》，作者是艾里·艾默沙韦，一个 MIT 出生的系统工程师。虽然说他的简介是说要教你打脸政客、名嘴、正义魔人，还有自以为是的网民，可是很反差的是，这是一本很可爱的画册。它里面的结构一半是小动物的画，另外一半是内文。我在看的时候，有部分的内容我会卡住，因为逻辑毕竟不是你平常会接触的话题。但是看着小动物很可爱，心情就变得比较轻松。总之，他们就真的很可爱。他提供了19种的逻辑谬误给大家参考。如果你不想要啃很硬的逻辑书的话，这本就很适合，而且它也不会过于幼稚。我觉得它难度控制的还蛮刚好的，可以让你觉得头有点痛，但是又不会太痛。里面也提供了很多实际的例子。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政客或者是假新闻，其实也就是那几招在那边来来回回。所以我觉得这本其实也蛮够你打一般的怪了。我之前看过其他的瓶装书，但是因为没有读完嘛，所以就没有写心得。这本书虽然它文字的部分不能说非常的深，但是跟其他本相较之下，它有一个很清楚的地方，就是它有提供架构图跟名词解释。它书的最后面有副名词解释，我看到的时候有点意外，蛮多书都没有这个。可能是觉得如果给了会有点像教科书，但是逻辑也算是一门专业科目，有很多的专有名词，像是什么论证啊、论述、命题这些。如果期待这个是大众的基础知识，所以不附的话，好像有点太看得起我们了。这个部分看完了，我觉得以前看其他书不懂的地方，突然有茅塞顿开的感觉。架构的部分，它除了有给一个正常的目录以外啊，还有一个树状图版本的目录，上面也有很多可爱小动物。然后他在介绍每一个逻辑谬误的主题的时候，他那一页也会有一个对应树状图的阶层分类在下面让你参考。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你能够分辨你目前在看的这个主题跟其他的主题如果很像，你可以去做比对。我在这样子做之后，很惊讶的发现有很多我以为我看懂的地方，其实我还没有弄懂。所以我选读的地方就介绍几个例子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设计的好处在哪里。我来介绍4个书里面提供的逻辑谬误，这4个就是有点像，但是又不一样。因为这本书有特别提示，所以你才能够把这4个放在一起检视。第一个叫做诉诸后果，它的意思是指告诉你说一个论述成立会导致一个不好的后果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认同或者是否定它。但是这个论述的真实性跟它会产生什么后果是没有关联的。它里面给的一个例子就是，如果上帝不存在，那么一切皆可为，因此上帝存在。这个算简单，就是因为道德是否败坏呢，没有办法证明上帝是否存在。他只是拿了一个上帝不存在会导致的恐怖后果来论证神学而已。接着再来一个诉诸恐惧，这个就是让对方以为接受了某种主张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。那么诉诸后果跟诉诸恐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这个我当初自己卡顿了很久，所以以下包含我个人理解啦。如果你觉得解释的不对，也欢迎纠正。他在诉诸后果的那一篇有提到说，如果是在讨论政策，你说因为某个政策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，所以反对那个政策，这样子不算是诉诸后果，但是算是诉诸恐惧。这两个的差别在于，诉诸后果想要达成的是让你相信第一个论述的真假，而诉诸恐惧则是利用恐惧让你不去选择它，就是第一个论述。他们两个的句型是一样的，所以很容易混淆。他们的句型都是因为 A 所以 B 是不好的或是好的，所以 A 是成立或是不成立的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诉诸后果里面， A、B 之间的关联有可能是真实的，只是两者真实有关系
并不能证明 A 是真的，而这样做的人是想要操弄 A 的真伪。可是在诉诸恐惧这里啊 ，A、B 的因果关联常常是假的，因为他这里并没有写得非常死，所以我也做个保留。但是如果 A、B 的关联是真的，这就不叫做诈骗了，因为他讲的是实话。他们是透过编造假的因果关系，让人对那个可怕的结局心生畏惧。政治上常见就是政客说，如果你选了对方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。但是政策它是一个选择，而不是事实，所以操弄你的选择是诉诸恐惧，而不是诉诸后果。因为他不一定会当选，这个选择就不一定会发生嘛。这个不是 A 是真的还是假的问题。另外2个叫做滑坡谬误跟假两难谬误。滑坡谬误是乡民呛人非常爱用的一个词，它也是推理一系列的后果给你，但是这些事情呢不一定会发生，然后中间的过程它也没有办法证实。它是诉诸恐惧的推理过程，但是它不一定是用坏的结果吓你，它也有可能只是单纯推导出一个错误的结果。就像如果一个人过度乐观，他也有可能滑坡的以为所有的好事都会发生。假两难谬误则是只给对方2种选择，强迫对方2选1，然后去诱导对方选择自己给的选项。它很常跟诉诸恐惧结合，因为害怕骗子给的另外一个可怕的结局，所以只好接受他提出的唯一的那个解答。这4个的区别是这里面我个人觉得最难的部分，其他的部分比较简单，但是也都蛮有趣的。如果我刚才讲的这4个你完全没有卡，那表示这本书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。最后来介绍一下它的实体书。实体书是五南在2017年1月出的，定价是320，它是一个硬壳精装绘本，很适合给小孩糟蹋，只要不要撕它，它就不会坏。长宽分别是21公分跟18.5公分，我是觉得拿起来并不会太吃力，相比于那种纯粹是绘图的大尺寸。里面是做彩色印刷，质料是会反光的那种。它的内页是做左边是文字说明，就像一般的书籍那样，右边是像封面那样子的一张绘图。通常是有几只可爱动物演出错误的示范给你看，我个人觉得很值得，很适合全家共读，因为大人可以看它的文字说明，然后小朋友可以看图。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定义这本是童书还是一般图书。以童书来说，它的 CP 值还蛮高的，但是以教逻辑的书来说，它内容也还算扎实，算是蛮适合初学者吧。